大家好，现在是2025年的5月6号早上5点40，我在韩国济州岛的便利店里等待着我的韩国特产辛拉面。今天我们的目的是登顶汉拿山。汉拿山位于韩国南部的济州岛，是韩国的最高峰，海拔1950米。济州岛是一个火山岛，汉拿山就位于岛的中心。汉拿山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中国网友来说并不陌生，因为中国很多城市都有汉拿山烤肉店。汉拿山在韩语里意思是能拿下银河的高山，上次喷发在1000多年前。有些火山口会形成火山口湖，这里的叫白鹿潭。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到达白鹿潭。吃完啦，现在我们要去车站等车了。去赶最早的一班公交车，还得坐1个小时才能到达汉拿山脚下。노약자와임산부등교통약자에게는자리를양보해주시기바랍니다。 可能现在还有一点云海，不用。到了，公交车开得挺快。这里是汉拿山的城板岳入口，现在有一点毛毛雨。这里是登山步道的入口，这门口写了关门时间，如果没有在这个时间之前到达这个地方，就只能原路返回了。这里是需要预约的，只有预约了2维码才可以进。这个入口是要提前几天在网站上预约的，进来的时候要出示预约2维码和护照，然后他会给一个手环。要有这个手环才能登顶。这地上铺了麻绳，防滑，这个方案真的挺好，国内也可以参考一下，铺上这个。我们现在是7点钟，就算我们是7点钟出发的，看看我们登上山顶要多久。很幸运，好像出太阳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一点儿。刚刚我们在山脚下看见山上有一大片的云，本来还期待能看到云海的，现在出太阳了，可能云海也没有了。但是出太阳还是挺好的，至少不会下雨。这是写了野猪注意，这还有野猪呢。你能看见吗？它这个树上接了一个透明的，像塑料的，像珍珠。里面肯定一捏就爆浆了。地上好多呢。咱们现在已经到这儿，已经走了3.1千米，前面3.1千米都基本是平路，一点点缓坡，很简单。然后接下来还有6.5千米就登顶了，比咱们预想的要难度低一点。雨也不大。今天中午之前应该都会保持这样，现在这样有一点树叶掉下来的雨水。走到现在，发现周围的植被有变化了，变成这种又高又粗的树。到了第一个歇脚的地方，这里有亭子和卫生间，但是没有任何补给。这个山上是没有任何的食物和水售卖的，所以一定要自己买好了带过来。这第一个歇脚点咱们就不歇了，继续走。这里看起来雾变大了。这有个观景台，
往返40分钟，咱们上去看一下。好像这个看这图片还可以。待会儿还要回到这里来，继续往另外一条路去山顶。走吧。到了。这就是观景台的景色，图片仅供参考，以实物为准。咱们往回走了，继续登顶去了。回到这条主路上了，刚刚那个岔路，它上面牌子上说往返要40分钟，但咱俩往返总共都没要20分钟。走得很快，而且没有多远，风景也一般，拍2张照就回来了。现在是9点14，我们已经走了6000米。接下来就开始爬坡了，还剩下最后3.5千米都是比较陡的路段，在这儿歇会儿，喝口水。它全是这个台阶路，用这个木栈道修的，卡在缝里。对，经常要把登山杖卡进去。其实对我来说还不如不带了。但是我还觉得还是挺有用的杖。能养鱼了。幸好这地上铺的是这种火山石，坑坑洼洼的，还能防点滑。要是那种青石板，得滑死了。这个雨天。开始有点坡度了。现在已经1400米了。杜鹃花。还有阳光。还有1.5公里，咱们就登顶了。累不累？有一点儿，还行，主要脚有点酸，一直爬台阶爬的。现在这里已经没有那么高的树了，从这个植被看出来，应该离登顶不远了。还有点水流。还有点水。好大的雾啊！感觉是不是已经到顶了？变平了哈。对呀。踩着这个坡上去是不是？是，必须是。走。不是。还有一节，但是也快了。500米以内了。反正最后这段还是有点强度。感觉还有100米的样子。雾太大了，看不清山顶在哪。啥也看不见。这里是1900米，还有50米就到山顶了。50米，还有10几层楼要爬呢，而且这山顶风也变大了，很冷。哎呀，加油吧！到啦，到山顶啦！看这个牌子，白鹿潭。他们在那排队拍照呢，只有跟这个合影了，才能在山
脚下领一个登顶证书。其实不用排队，你就在这儿自拍一张也行的。咱就自拍一个吧。对。好多乌鸦，好大。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拿出来吧。我掏一下，等会儿。这个风咋吃啊？这风太大了。这山顶上没有一个建筑物可以躲的，光秃秃的。他们好像自己带了泡面上来吃，可能自己还备了热水。韩国大学生。我们俩现在换上了厚衣服，因为山顶还是挺冷的。然后准备开饭。在山顶吃垃圾食品最爽了。这个火腿肠看着不错，这个火腿肠一根要20块钱。还有饼干，还有面包，就这些。真饿了，这火腿肠几口就干掉了。我这个面包一点味儿没有，一点馅儿没有，但我也吃了一点。不是奶味儿的吗？一点味儿没有。我买的这个花生奶油馅儿面包，比它那个强多了，它那个一点味儿没有。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前天买的当地的橘子，可以背上来的。这一个得7、8块钱呢。橘子味道相当棒了，尤其是徒步之后。尤其是在这个山顶上。看见湖了，太阳出来，然后风把雾吹走了，一瞬间，现在雾就回来了，没有了。马上就要看不见了。刚刚忘记说了，我们是11点20左右到的，然后吃饭吃了半个小时，现在是11点50，穿个护膝准备下山了。太阳突然出来了，能见度变高了，大家都变得很兴奋。살짝 다 보인다 다 보인다.这里是白鹿潭，是约2万年前喷出的火山口积水形成的湖，然后名字是源于一个神仙骑着白鹿下凡饮水的传说。我们上山是从陈板岳上来的，然后现在下山要走观音寺这边，上山走了9.6千米，下山只用走8.7千米，说明观音寺这条路是更陡的。山顶居然是有 WiFi 的，这个雾吹散了，从山顶看下去还是挺漂亮的。上山的时候，那雾太大了，而且太累了，根本不想抬眼看。现在下山了，感觉还是不错。我们现在到1400了，感觉下山还是很快的，而且天气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，还是不错的，运气很好。我们估计可能再有1个小时就能到山脚下。得2个小时吧，1个半吧。1个半小时，走吧，继续走吧。那会儿修了桥，咱们应该得过那个桥吧？这个路跟地震过后一样，歪七扭八的。
还是有点什么故事。这感觉有点危险了，已经。小心点儿。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摔过了，这是。得修吧，这个。到了一个休息点儿，去上个厕所，走吧。这里已经关门了，12点半也不让进了。他还提醒了，山顶是没有厕所的。山顶啥也没有。我们在这休息点后面看到有一个索道，索道上面是有这种可以供人坐的这种小车的，看来是有这种更快上山顶的方法。也可能是给受伤的人用的。不知道。看着倒是比较简易。你记不记得双人成行和双影奇境里都有这种东西？有，就是踩在轨道上面。对，就可以滑得很快，滑得非常快。我们就不能滑。又起雾了，感觉要下雨了。天气预报说吧，下午还有雨。雾越来越大了，害怕不？就咱俩人不害怕？不害怕，这有点冒昧，大白天的。跟黑天鹅似的。都没人，很奇怪，一路上都没碰到人。上来的，因为关门时间已经到了，没有人。这个时间不会有人上来。对，但是下去的也没碰到人，奇怪。现在是海拔1000米，我们还有3.7公里的路要走。这个等。走。天哪！哎妈呀，我脚有点发软。赶上黄山那个大峡谷。那还是黄山陡一点。就是这个姿势下的当时。还有一段上山，真的还挺高。真服了，每次有一个桥就得先有个下山，再有个上山。这个树林里阴天，下着雾，还有点雨，简直就像黑天一样。我们还剩下最后900米都到了，900米。到啦，到山脚啦！看一下现在是几点？3点11。可以，咱们应该爬了。下山3个小时，上山4个多小时。中间山顶还歇了一会儿。对，差不多吧。我后面这个亭子就是登顶纪念证书的打印，在这里，但是我们没有成功。它那个东西是你得在山顶上或者距离山顶1000米的位置，然后在那里打开网站，在那个左上角菜单里面点击那个就是登顶证书的预约，然后并且上传一张你在山顶上拍的照片，一般都是跟那个白鹿潭碑合照，然后它就会返回给你一个8位数的码，下来之后在这里输入码打印证书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坐公交车回酒店了，一下来就开始下雨了，还好我们在山上没有什么雨。到今天晚上的酒店了，一起进去看看吧。老板说要脱鞋，
哦，他是把鞋拖在这个过道里，然后里边是一个小小的房间。进来。老白嫌你鞋太脏了。我觉得也是，他肯定是看我们一身的泥。一个小电视，一个小桌，床。它没有电卡，它就是按打开就开了。不是那种酒店房。嗯，就是这么小。这一间多少钱来着？这个便宜，这个178。嗯。还可以，不算很小。哦，卫生间很大，而且装修也不错。但是没分离。嗯。现在收拾一下，洗个澡实在太臭了。洗个澡，然后出去找点吃的，吃多做的。看看冰箱有水没，拿出来热乎热乎。已经是一个每次的经典环节。还有果汁儿，不知道他是不是送的。应该是送的吧，没看到价格。苹果汁儿呢？发的是苹果吗？是吧？这不苹果是啥？我俩洗了个澡出来，就想吃点烤肉、烤猪肉、烤牛肉都行。结果这一整条街全是卖面的。昨天晚上想吃面，结果一整条街都是烤肉，我真的是就这么不对付吗？终于找了一家 BBQ， 走吧。这家店真是黑猪肉专卖店呢。有一个中文菜单。这一个肉就得330。他再把这个小料加热。我们最终点了这个6万的套餐，这个合算人民币330，然后加一份米饭。因为我看他这些配菜什么玩意儿应该也挺多了，咱们一人300克的肉，给了一大碗那个东西。这不是我们之前挖的那个？有点像。挖？它这个是不是？它这个是正常的蒜，青蒜，蒜没长那么大。哦。就给了一个沙拉吗？那个是？对。算是沙拉。是葱。啊，配料也是配料就是。这么厚的肉直接烤的？它应该先烤再切再烤，我猜。应该是，就是实在有点太生冷看着。对吧？哦，那天那个猪的膻味真是把咱俩劝退了。对，那天进了一个，前2天进了一个那个也是烤肉店，那个猪的味道非常的浓。那个像是一个小农，小，就是自己家做的那种。因为咱俩是进去问有没有面。那个店比较小，可能就是一个夫妻店那种。他给你烤好切好了，然后就这么蘸着吃就行。味道不错呀。你感觉和国内的韩国烤肉店味道有什么区别吗？我感觉它的猪肉其实没有什么猪的那种不好的味道，然后猪肉烤得很嫩，它不会烤那么熟，然后它的猪肉也没有提前做什么调料。你觉不觉得？是，猪肉是没腌的，但是它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猪的味道的。中间的小料已经煮开了，冒泡了。最后一口肉吃完了。感觉咋样？我感觉就是，如果你算是150的话，我觉得都没有吃爽，还能吃。你也可以再点。但是觉得这个肉其实已经吃够了，就是因为他家只有肉，只有猪肉，是。就是这个味儿已经吃够了。你呢？我是觉得它这个辣白菜不地道，这个东西它
它腌的时间太短了，它就给上来了。可能是新腌的。正常腌透了它会有点透明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是那个是腌透了，它这个就是腌的时间太短了。前2天吃的辣白菜我还挺满意，今天这个不是很推荐吧。我家还有一个海胆刀切面，这还不是刀削面，就是刀切面，其实就跟咱们自己在家做的那个手擀面差不多。它这看着图的话也不是切的，还是机器切的。明天要是想吃的话，可以来吃。欢迎中国游客。章鱼小丸子。Octopus。Octopus。哦。就是章鱼。对，就是章鱼小丸子，不用。Thank you。这个傻人，昨天晚上几点睡的？8点多。8、9点。晚上8点多睡的，然后睡到10点，他做梦了，他觉得赶不上车了，然后他就把我也喊醒了，然后你是以为已经早上10点了是吗？我那是睡得可沉了，然后突然把我喊醒了，然后在那儿坐着也不开灯，哎，我以为咋了？你说那啥？你说那个已经10点了，我说闹钟怎么没响呢？然后你是反应过来了是吗？没有，后来不知道，反正我后来就睡了，我忘记了。傻人，这个傻人。